你姑姑说，要是他们干这样的事情，那他就不待在张家了，说要跟你一样自己过，这才让三人消了心思。姑姑这么硬气呢？可不是，我昨日跟你大嫂都吃惊得很，看样子还是咱们不如你爹了解他，他心里还是把你爹这个亲人看得挺重的。春晓也没有想到严二妮会来这么一出，立马就对他生了些好感。还有，昨日你表嫂要借20两，也不是他们事先说好的，是你表嫂来了之后看到咱置了地打了井临时加的，原本就是想借个5两银子。这也是你们听到的？田氏点点头。我们去那会儿，姑姑正在骂表弟妹，骂她黑心肝，当面一套背面一套，把舅舅当地皮瓜，怪他狮子大开口，让他在爹面前难做人，骂他们贪心呢。这么看来，咱姑姑也不算是特别讨厌，就是她家里人讨厌。哎呀，二妮那个人呐，以前有些说话讨人嫌的毛病，如今越发厉害，我看就是跟着你姑父才这样的，终归是没有嫁个好的。难怪我看娘，你今天转变了些态度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是那胡搅蛮缠的。昨日回去后，你爹说要借10两，我可是啥都没说。借了也好，省得他们每回来都有话说，就当安了咱爹的心。中午，春晓提着2斤卤肠去了大哥家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许氏还冷嘲热讽，说送什么不好，送几根猪肠子。后来听说这卤肠很贵，几人尝了尝，这才开始眉开眼笑。期间，张明远又提了想跟他一起做生意的事儿，他直接就没有接话。10两银子还是借出去了，张家人都眉开眼笑，大概这回借到了巨额银子，走的时候他们就拿走了卤肠跟几包点心，没有拎鸡走。人走之后，严炳发就坐在堂屋叹气。原本以为这事儿周氏肯定要跟他置气好久，可谁知周氏居然跟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平时怎样如今还怎样，搞得他都有点莫名其妙。你是不舒服还是怎么呢？他小心地问道。毕竟以前每回也就几百文，这回是直接出去了10两，要是以往脖子都得气红了。周氏没好气地瞪他一眼。你是盼着我不舒服还是咋的？钱借出去心里舒坦了？哎呀，舒坦呐，舒坦，有什么办法啊？一家子人求上门，咱努力一点再挣回来就是了。周氏哼了一声回了房，春晓则在一旁暗暗地笑。21号这天，大家又坐在一起发了工钱，这回大山跟大河2家每家分了49两多银子，春晓分了66两多，全家人再次高兴了。之前2家各借出了5两，分了钱以后便不再想那5两的事情。都说年纪大的男人会疼人，2家又各给了春晓200文，说是明日给长工的工钱。22日的时候，春晓给了望祖和东升一人700文的工钱，东升退回了200文，说是之前借的1两银子分5个月还，这5个月每个月给他500文钱也就够了。下工的时候，2人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月底的时候，棉花出了枝，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整枝了，他便组织全家人开始摘叶。家里的鸡养了2个多月，最近开始散养了，让他们自己到棉花地里觅食，晚上会给他们夹菜叶子，他们就会自己回鸡圈。4月12日这天上午，一家人在棉花地里给棉花施叶肥。几人干着干着，家里来了人。周氏一看，这不是附近村子的媒婆吗？怎么跑到他们这处了？周氏连忙招呼人：你是沈家妹子吧？你之前来过我们村说亲，我认得你。今日怎么到这村尾来了？我不是走错了路？那姓沈的媒婆满脸堆笑：没错没错，人家指的地儿就是你们这一处。那我问一下，这处是不是严春晓的住处啊？是他的住处，我是他娘。恭喜嫂子，贺喜嫂子，有人托我给您闺女提亲呢。周氏一脸的懵，有人跟春晓提亲？谁？那媒婆还想继续说，却被周氏喝止住。您稍等。
他朝远边的地里叫春晓跟田氏，让他们赶紧过来。很快两人就过来了。娘，啥事儿啊？看见边上有个擦着红胭脂的人，春晓一唬：娘，这位是？她是隔壁村的沈媒婆，今日是来受人所托给你提亲的。春晓张大了个嘴，半天不敢说话。哪里来提亲的？咱村的还是隔壁村的？什么人啊？田氏关切地问道。自然是你们村的，就你们村东严大洋，有印象吗？他让我来给春晓姑娘提亲的，说是愿意出2两银子聘你做妇，从此夫妻和美过日子。严大洋那不是个官夫吗？而且都快40了。周氏十分不满。2两银子做聘礼，亏他说得出口。如今娶媳哪家不是5、6两？他把我们春晓当什么呢？二位话可不能这样说，他虽是个官夫，但是春晓姑娘不也是个和离的妇人吗？这两边都是成过亲的，凑在一起也登对。他年纪是大些，但不是还没到40吗？都说年纪大的男人会疼人，主要还是要闺女过得好，不是？媒婆的一张嘴，死的都能说成活的。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，他还有一个瘫在床上的老娘，你让我们春晓嫁过去伺候人不成？哪个妇人嫁了人不用侍奉公婆呀？那严大洋说了，只要春晓姑娘应了他这门亲事，以后家里就是他掌家，家里的银钱都从他手上过。这聘礼虽然少了些，这再嫁跟新嫁肯定是有区别的，嫁了他也不用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这村尾了。我呸！周氏终是忍不住了。不好意思，沈家妹子，今日怕是让你白跑一趟。这桩亲事我们不认，您请回吧。嫂子，您不能这样，你好歹听听春晓姑娘她的意见呢。今日走了大半天的路，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看向春晓。沈媒婆，我娘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您请回吧。见那媒婆还要说什么，田氏赶紧将她往外推。婶子，您就回去吧，就说我们不应，这说亲也不是装装能成的。媒婆无奈只能走了。莫名其妙。周氏气哄哄的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直接将他堵外头了，有什么好见的？结果这事儿说来也奇怪，后面几天陆续有人上门，都是给附近的人向春晓提亲的。春晓简直是哭笑不得，他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一下子就成香饽饽了，最后只能放出话，说自己最近几年没有成亲的打算，谁要是上门提亲，一律直接给拒了。因着这个事儿，还被严大河好一通笑话，说他地主婆做的成功，前名远播。严炳发对这个事儿的看法比较严肃，一再要求他们不要再拿这个事儿开玩笑，出去乱说。如今他们家本来就在村妇的舌尖蹦跶，再不注意都不知道会传出什么样的谣言。对于这点，春晓不以为然，这说就说呗，反正他住得远，怎么说也传不到他的耳朵里。这流言就是一阵风，过一段时间总会散的。他如今一心扑在他的棉花上，若是他成功提产，那以后的方向就好定了。4月21的时候，家里又分了银子，春晓的存银达到了210两。想着6月以后地里便没了空闲，春晓跟严炳发提出了要重新起砖房的事情。严炳发也觉得可以趁现在这个时间起房子。你要起个怎样的房子？你有想法没有？他看着春晓。爹，我画了一份图纸，既然要建，就建个好的大的。堂屋依旧在中间，左右各建2个卧房，卧房不住人，也可以放东西啊。后头建2个大一点的库房，左右两边呢，一边建一个大灶房，一边建2个牲口棚子。房子扩了，院子也要扩，前后院子都起砖墙。你这建这么大，又全部都要砖，怕是得要40、50两银子呢。你想好了吗？库房建大点放东西，卧房用不着建4间吧？爹，这房子若是建好了，是要住一辈子的。
如今有条件，自然是要往周全了建。到时候啊，前院还有屋子里的地，我还要铺上青石板呢。做房子不就是为了住着舒服吗？严炳发点了点头。如今每月都有大银子进账，房子建好些无可厚非。那你一间房建多大？你跟我说说，再把你那个图纸啊给我一张，我要去找砖瓦班子，让他们估估材料要用多少，我好去找人。另外怕是还要请些村里人帮忙，这地儿到时候材料堆着，晚上怕是都要一个人过来守着才行啊。爹，要不备材料的事直接就包给砖瓦班子吧，不然自己买又麻烦又累。严炳发不认同地摇了摇头。你年轻不懂，这包材料的活啊水深着呢，若是他们为了赚钱，结果东西买的不好，这房子就做孬了，这个可得盯住喽。也没啥，就是他们要什么东西，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买，我买回来就是了。泥瓦班子我找村里人问问，让他们推荐一个靠谱的。早该起了，不仅春晓这处该起啊，爹，我那边也想重新起一个。如今家里位置太小了，这一到下雨天啊就潮湿，到了下雪的日子还怕房子倒，万一到时候倒了，那真是有命赚没命花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虽然大河的话多少有点危言耸听，但严炳发却听进了心里。他看向大山跟田氏。你们呢？田氏扯了扯大山的衣服。爹，春晓盖房的事情娘之前就提过了啊。我的想法呢跟二弟他们一样，也想要重新建个砖房。舒文跟舒凤都大了，如今还住在一个房呢，我也想将家里多建几个房。行了，既然你们都是这个意思，那就都建吧，省得以后再去找泥瓦班子。只是这两边不可能同时建，这事儿是你们小妹先提的，而且她这边比较要紧，肯定是先他们这边。你们也做做准备，像她这样画个差不多的图纸，哪个地方要建什么画一画，到时候好跟工匠说。那是自然的，我们到时候画图也让春晓帮忙，他这画的我一看就懂了。那大河还是负责送货的事情，大山明日跟我一起去找泥瓦班子，他们说要准备多少人，咱就找村里找多少人。这段时间呢，田里不忙，赶紧的做起来才是。等开工时间定好了，东西全部搬过去，咱卤肉就先在那边。爹，到时候咱这分工一定得计划好，生意那处的，春晓地里的，还有做房子负责的跟晚上守夜的，万万不能出了岔子。那是自然，到时候分到你们头上的事情，你们都要认认真真的做好，出了问题谁负责我找谁。卤肉搬到了村中，看门户的事情更是要做好啊。于是晚上严炳发便在村中跟众人打听了个遍，找了个口碑好的泥瓦班子，第二日便跟着大河的牛车去镇上登了门。对方最近几日在给镇上的一户老爷家修院墙，不出2-3日就要完工。你这房子建的可不小啊，这材料怕是都要大几十两，确定这地上要跟镇上那些人家一样要铺石板，那个价格可比砖贵啊。师傅有些迟疑地看着他，一般村里人建房就算建得好也没见过这么大还要铺石板的。钟师傅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就是要建个图纸这样的。不瞒你说呀，最近家里挣了些银子，除了这处后头还有，不知道这个你们接不接呀？工钱你们是怎么算的？对方一听他们是诚心想建，而且不止一处，立马热情地将他们招呼进了房，并让家里媳妇儿给他们倒了茶。钟师傅，我是打听过，这做房子咱镇就你们口碑最好了，我这才找上门呢。这价格你还得给个实价啊。大哥，
你放心，我们做事是讲究信誉的，接了活肯定是会好好做的，没有必要为了点子利益砸了自己招牌。你们这个图纸倒是画得清楚，只是这房子尺寸没有具体的，地有多大，够不够建我还得看看。这个地方肯定是够大的，这房子比例我就不好说了，怕是还得劳烦你尽快抽个时间去看看。这房子是我闺女家的，到时候你可以直接问她，看过之后该准备什么，也可以有个规划。钟师傅看了看院子外头，要不你二位在家里稍坐片刻，我把那边的活交代好之后就跟你们回家看看去，这样你们好提前准备，我这边活完了就可以直接开工了。严炳发连忙点头示意，如此最好。钟师傅走后，严炳发让大山去约好的路口找大河，让人等会儿把牛车赶过来接人。严炳发带人回去的时候，春晓他们刚下地，被他爹叫回来才知道是建房子的师傅请回来了。那钟师傅围着房子转了一圈。你这地契的边界是到哪里的呀？春晓笑了笑，告诉他这外围篱笆里的所有地方都是他的宅基地，这房子加周边空出来的差不多有2亩地。师傅虽然心里诧异，却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是笑了笑。这是碰到农村的财主了，对他们来说这是好事儿。他跟春晓确认了房屋的大小，春晓带他进屋看了看，告诉他前头的5个房要比现在的大1半就行，后面的2间房要是现在房子的2个大。说完又带他去看了灶房，灶房要修大，最好是现在的2到3个大，以后要建2个灶台。房子大小知道了，钟师傅又问他院墙要做多大，是否前后都要做砖墙。他在图纸上对了对大小，说了个比例，并很肯定的要砖墙。前院跟屋子要铺石板，后院不用。师傅一个人在屋子边上比比量量，最后又让春晓拿纸笔给他。春晓想，这师傅也真是的，乡下人家有纸笔的少，怎么笃定他就一定有？好在上次给舒文他们买墨的时候，他自己也买了一块，只是平时觉得用墨还要磨，用起来又脏，所以多是用炭汁。在院子里摆了张桌椅，将笔墨那些放了上去，师傅便开始在上头写呀画呀。中途舒文从外头回来，趴到桌子上看，跟他一样啥都没有看懂。师傅大概忙活了个把时辰，这才让他去喊他爹。很快严炳发便带着2个儿子过来了。我刚才大致算了算你们家这房子的用量情况，我且问问你们，是你们自己买还是一并包给我们？材料还是我们去准备吧，这运呐搬呐的累得很，就不劳烦你们了，你们专心做房子就成。您到时候给我指几个地方，我们好置办。师傅点了点头。那大部分东西都是主家自己置办的，你们办也好。说完便给他们说了好几处买东西的地方，春晓怕时间久了他们忘记，便让师傅写了下来。说完材料，立马又说到了人手。我们班子都是有技术活的，总共就8个人，你们怕是还要帮忙请一些做活的杂工。这杂工我要准备多少人呢？做房子我们不懂，还要请你说的详细一些。你们这房子加院墙最快也要20多天，我们当1个月算吧。杂工呢，你得准备20个，这挖地基、砌墙、推顶都少不了人呢。行，那我在村里请20个人。这工钱我们班子一天是600文，做活期间一天要管2顿饭食。你放心啊，30天若是没有完工，便按照30天算，能早完工我们也不会拖的。春晓跟严炳发在边上算了算，按他们说的30天算，这泥瓦班子的工钱就要18两，村里请20个人，按一天20到25文算，就要12到15两，这总共工钱就要30两往上。难怪村里没什么人建砖房的，工钱实在是贵。但是这个钱他们也省不了。严炳发原本还想还价一番，但春晓觉得这工钱肯定降不了，便让他爹不要做无用功，直接同意了。
对方见主家这么爽快，也没有下套路，跟他们说了前期要准备的材料，让他们赶紧搬。东西到位3日后就立马开工，这事情就算是这么定下了。等大山将人送走之后，春晓偷偷地问他爹，这别人做房子不都是要选个黄道吉日开工吗？怎么这师傅连提都没提？严炳发笑他孩子气，你若在新址建房就要注意，不仅要选日子，还要请风水先生先看。如今是在旧址推倒重建，不用搞那些名堂。下午，严炳发便把家里人全部叫到一起，包括几个孩子，还有严望祖跟东升。3日后师傅就要过来开工了，咱家里房子要建好，生意要继续，地里呢也要顾好。做房子这段时间，我把家里的活派一派，有什么问题今日赶紧的提，开了工啊，怕就不得闲了。望祖跟东升这几日早就听到要做房子的事情，这会儿也跟着严家人一起认真的听。做肉食还是老大媳妇儿跟老二媳妇儿轮流，没轮到的就帮着忙着地里的活。送货这块就大山大河轮流，轮到的人当天晚上要在村委守夜看材料，拿肉呢就我跟你们娘2个人，所以上午我们大部分时间不在，在的人呢要多顾着做些房子的事儿。家里的地，麦子地的活望祖负责，棉花地的活东升负责，书文书放还有你们几个都大了，要帮着做啊。至于柴火这块，隔几天抽空就要上山准备，家里柴火不能断。对了，几个小的还要照顾好家里的牛、鸡还有猪。春晓茫然地看着他爹，爹，那我呢？我没有活。你想的倒是美。严炳发笑了笑，刚刚说的这些呀，你都要参与，你可是咱家这些事儿的总管，他们若是有问题啊，都得找你，你2边都要看着呀。春晓点点头表示知道了，大家也十分郑重地表示记住了。严炳发叫住东升跟望祖，家里做房子要请20个帮工，回去问问你们爹，看他们愿不愿意做。1天不包中饭是25文，包中饭是20文，顺便让他们帮我询问人。2人高兴地应了。下午，春晓跟周氏他们便开始收拾家里的东西，幸好家里如今有牛车，不然这搬过去得花不少的时间。最重要的那些卤料全部堆去了严炳发跟周氏的屋子，杂房的盆跟桶放到了严大河家里，总之能塞得下的都通通塞。原本他这边是没什么东西的，只是后来越制越多，春晓这2日还要在村委住，东西若是全部搬过去肯定是放不下的。最后几人商量，像桌椅板凳、澡盆柜子这些，到时候就放在一旁的场子里，白日有人，晚上也有人，不怕被人拿走。严炳发则是带着2个儿子抽着空去各处谈材料买卖的事情。东升爹跟望祖爹则帮着严炳发在村里找人。村里人听说严炳发他们家做房子要招人，又听说1天管饭还有20文钱，许多人都找上了门。只是他们太忙，根本就没有功夫待在家。那些人又摸着消息去找木生跟石柱，总之这人手很快就找齐了。周氏去找了方氏，按照春晓说的，请方氏在做房子期间给他们那边的工人做饭，菜粮那些方氏自己看着安排，到时候报个账就行了，工钱和请的工人一样。方氏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到了第3天下午，严炳发带着砖窑厂的车回来了，车子浩浩荡荡地排了10几20辆，拉了村里好长的道。村里人都出来看热闹，说的最多的还是严炳发家发达了。第4日一早，砖窑班子的人到了，原本他们第一件事是要在边上搭棚子安排休息处的，
但是春晓后院的竹棚位置够大，这倒是省了他们的时间。所有干活的人聚到一起，钟师傅布置好了各自任务，便开工了。开工的时候，春晓来看了一眼，地方太乱，他又看了一眼棉花地，虽然乱，但是没有占到他的棉花地，他这才安心。如今的棉花地都是东升守着的，还有几个小的看着，他倒是也放心了。棉花如今已经开始开花，叶子也开始长虫。春晓便告诉舒朵，让他跟村里的孩子说，可以到他的棉花地里抓虫子喂鸡，这样鸡也长得肥，但是前提是不能破坏棉花地。很快就有村里孩子响应。这边原本就在做房子很热闹，再加上抓虫的孩子就更热闹了。自从他们把卤肉的活挪回了村中，家里边日日都有村里的邻居登门。周氏一边忙着这样那样的活，一边还要应付着那些村里的人。有些人随意询问两句，见他们忙就走了，算是串个门子。有的人就烦了，一说就要说上半天，问得还细，烦不胜烦。但是都是一个村的，轻易还不能撕破脸。每当到了这个时候，周氏便把春晓搬出来。如今春晓在村里也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以前他不怎么说话，大家也很少关注他，觉得他就是个软柿子。如今可不这么觉得了。先是怼二牛娘的事，接着是对付严三江的事，最后是拒结亲的事，如今又做起了房子。这桩桩件件的看下来，他怎么也不是个软包子。所以村里的妇人对他莫名有些怵，这也是周氏搬他出来的原因。每回说到这个，田氏跟张氏若在跟前便会笑。搞了半天，婆婆原来是个纸老虎。望祖跟东升这段时间也是忙飞了，家里因为做房子人手都被抽走了，虽然有几个小的帮忙，春晓他们也时常下地，但是这么多地根本就忙不过来。幸好春晓告诉他棉花地少浇水，他便侧重施肥除草跟除虫。总之全家人都在监控的做事，丝毫不得清闲。严五叔最近可高兴了，他接了家里做门窗的活，这么多屋子，除了之前做的门窗还得做不少。等到时候住进去了，东西肯定也要做不少，今年的活钱怕是都在那里了。21号这日本来是分钱的日子，但是家里太忙又实在是不方便，春晓便通知等那边房子好了再分。长工的工期也是一样，大家都没有意见，望祖他们也没有意见，毕竟这钱肯定是跑不了。就在大家都累得恨不得倒下的时候，5月24这天，村委的房子终于竣工了。全家人都抽空去检查查看，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修补的。结果房子建得很好，根本就找不出错漏。这便是花钱请泥瓦班子的好处。一家人站在高墙大院里，地上还铺着青石板，别提多激动了。娘，这灶房可真大，砌了有2个灶台呢，空间也大，以后做活放东西方便多了。奶奶，这地铺了石板可真干净，以后咱家也铺石板。奶奶，姑姑这里多了这么多的房间，以后我也可以住在这里。娘，这房子做得敞亮不？我们跟爹他们可是操了老大的心了，如今看来真是好啊。除了镇上的房子，这便是我看过最好看的房子了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个没完。好了，赶紧看要紧的，外头还等着结工钱呢。工人们都在外头清理杂物，春晓一一的看，最后的结果很是满意。他让他爹把钟师傅叫了过来，给了钟师傅18两银子。你们提前完工了3天，但是活儿做得不错，我很满意。我还是照30日的工钱给你，希望你们做我爹那边的房子的时候也能尽心。钟师傅脸上都笑开了花。你们满意，我们是最高兴不过了。那我就谢谢严姑娘了啊。这姑娘年纪不大，出手倒是阔绰。以往接了乡下的活都是能省就省的，这次算是他们遇到大方的主家了。他看向严炳发，今日外头清理完了，那我们的活就算是完了。
您之前说您还有处要建，不知道是立马开工还是等上段日子？若是等上段日子，时间长，我们中间还要接别的活，我得算好日子了。严炳发说需要商量一下，晚一点再给答复。于是，一家人又聚在一起开了个会。这古代的房子好看也就刷了一层石灰，没有其他的装饰漆之类的，所以也不存在环保方面的考虑，只待房子晾2日，没那么湿了就可以住了，东西都可以直接搬进去。你们房子的图纸画了没有？要做个什么样的？爹，都画好了，就等这边房子做好呢。原本我们是不打算铺地的，但是这春晓这处铺了地，我们看着这觉得实在是好，所以我们打算也把地给铺了。至于那院墙围不围那倒无所谓，就是咱们那处地基不好处理，左右都没有办法扩，只能前后走宽一点了。总之做什么样的你们有章程就好，我跟你们娘总不过就是一间房，别到时候问起来这也糊涂那也糊涂，像你们妹妹这样的才不耽误功夫。哎，这可惜就是地基太小了，咱房子建不大，不然我还真是想建好一点。严大河沉思了一番，大哥说的也是我想说的，确实啊是地方小，我在想要不把我分得的那处地卖给大哥你，我们另外买处地基建个大点的，以后家里添丁进口的也方便，你们以后舒文跟小琪娶媳妇儿房子也够。田氏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他觉得二弟的这个让步真是让到他心里了，随即感激地看了二人一眼。周氏却一下子抓住了重点，添丁进口？啥添丁进口啊？哎呀，老二媳妇，你是不是又有了？张氏立马红了脸。娘，你别听大河胡说没影儿的事儿。周氏一下子着急了，到底有没有啊？他看向大河，大家全看向了大河。大河挠了挠头，兴许是又兴许不是，他这2日动不动就头晕，这个月月事也没有来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，等过些时候找个大夫看看。大家这下都紧张地看向张氏。舒朵知道自己娘可能有宝宝了，高兴地在朵儿脸上亲了一口，告诉朵儿他们要有小弟弟了。周氏捶了大河2锤，你个二愣子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说，你还让他跟着下地，这要是有个好歹该怎么好啊？儿媳妇有孕，严炳发不好说什么，只交代张氏不要干重活，平时多注意。大山跟田氏则在一旁恭喜他们。大嫂别说了，都不知道是不是，别到时候空欢喜一场。不管是不是都得先注意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最后大家又说到房子的事了，大河决定明日就去找李正问村里地基的事，最好是离大哥家或者春晓家近的地方，他们也要盖大房子。说完地基的事，大家又开始讨论那边何时开工的事情。原本先建大河的住处最好，那样大山那处有时间整理跟搬。但是大河是新址，要开工还得定风水选黄道吉日，且他的地都还没有定下来。没办法，只得先从大山处动工。把这些定好，严炳发便回了钟师傅那边的话。泥瓦班子的人都很高兴，这样休息2日继续开工，挣钱也不至于挣得人虚脱。回了这边的话，严炳发又带着春晓去给村里人发工钱，每个人都做了27日工，21个人每人都得了675文钱，村里人都愿意多得5文钱，没有让包餐。大家得了钱高兴得不得了，特别是徐石柱跟严木生。严炳发又说村中老大家里3日后开始建房，若是他们愿意不嫌累可以继续干，若是不干了的可以说一声他要找人顶替。这么好的活儿自然是没有人退出的，大家纷纷表示要继续干，并且直叹严炳发他们家是发了财了，村委盖得这么好，现在村中又要盖，一个个的好不羡慕。方氏领了钱之后看着春晓他们，你们这处啊，以后我可都不敢来了，做得太好，我都怕来了脏了你们的地。
如今你们在咱村可是大不同了，村里人看了怕都要敬上3分呢。周氏突然就大力拍了他一下。我拍你一下，看你带不带响的。方氏一脸的懵，想啥？我怕你突然脑子进水不好使。咱房子建什么样跟咱们处的好不好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房子建好了你反而不来了？难不成非要我去找你才算好？方氏一听就笑了，笑得十分欢快。不来看你，我怕我该无聊了。下午众人走后，家里人又坐在一起讨论了会儿东西怎么搬的事情。钟师傅带着他的砖瓦班子来了，他们看了看图纸，就是总共要做整整15间房，这还不算灶房。春晓觉得他大哥这样虽然简单粗暴，但是一步到位。舒文过2年就要娶媳妇儿了，准备是迟早的事情。他的8个房子加院子总共一起花费了68两多银子。他大哥这虽然没说做院墙，但是房子数翻1倍，怕到最后8、9、10两是少不了的。到了月底最后一天，因为哥哥们忙，春晓便把嫂子跟娘聚到一起，把当月的银子分了。银子就分到了30日当天，田氏跟张氏一人分了65两多，春晓分了87两。不仅填平了他做房子的钱，还入了10多两。他的存款到了230多两，想想都提气。田氏他们学着之前给了春晓300文钱，让他付工钱。春晓跟家里分了钱，就跟2个长工发钱。这次2人都辛苦了，而且多做了9日。春晓干脆给他们每人发了1两5钱以示嘉奖。2人都惊呆了，1个月居然得了1两5钱银子，加上家里父亲的钱，这个月进账就是2两多，都赶上之前1年的存银了。东升已经还了400文，这次便趁机还了剩下的600文。这个月是太辛苦你们了，才有这么多，下个月还是700文啊。春晓提醒，2个人都表示知道。你放心吧，春小姐，我们不是那贪心的，肯定会跟以前一样卖力干活的。东升看着他做起来的房子，心里说不出的羡慕。收了工，2人都高兴地回家了。6月初，春晓开始教家里人跟东升他们给棉花打顶。如今天气已十分炎热，每日待在棉花地里也是个十分辛苦的活儿。这日收了工，大家排着队洗澡。他去杂房拿东西的时候，才想起来家里的卤料没多少了，大概也就能用个半个月左右的样子。他去找了严大山他们，跟他们说该要再去趟县城了。几人这才想起来，距离上一次采买都过了4个多月了。几人凑到一起，将活计重新排了排，又各家凑了30两银子。第2日，严大山便带着文书出发了。张氏怕是真的有孕了，动不动就想呕吐，而且还近距离闻不了卤肉味儿。周氏便让他喂喂鸡、洗洗衣服，其他的一律不让他干。卤肉的活便让田氏一个人包了。我真是得了弟妹的福，做着全家最轻省的活儿。田氏对于自己一个人卤肉的事情，不仅没有意见，反而有些不好意思。春晓原本以为严大山他们经过上次，这次去县城应该会回来的早些，结果这次整整等了5日，才等来了牛车进村。我怎么觉得这次的没有上次多呀？娘，等会儿咱进屋再说。严大山付了车钱，几人帮忙把东西全部放进了杂房。严大山这才跟周氏还有春晓坐到了一处。这次的东西确实没有上次多，上次每样都有150来斤，这次只有100斤左右。为啥？这也差得太多了。周氏有些不解。严大山叹了口气，药材都涨价了，就这人家还不肯卖我呢。听说北边要发生战乱了，药材商都准备过几日带着东西往北边去呢。战乱？春晓对这个词很敏感，战争是惨烈的，对于敏感的商人来说却是发财的好时候。大哥，你听谁说的？若是真的打仗了，可能就得好几年。城里的人如今都在传呢，
说北边那边物资囤得厉害，特别是药材这些。药材确实都是稀缺的东西，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，既然有这种传言，就一定不会空穴来风，他得早做准备。大哥，你这个消息是大事儿，咱们得去找爹他们。严大山见春晓神情严肃，知道他一向比较有远见。找到严炳发之后，严大山便把在县城听到的事情跟他爹跟二弟说了。爹，若是真的战争起了，日后咱们再想买那些个卤料，就得价格翻好几倍了。若是真的，翻10几倍的都有。有些有的有钱也未必买得到，所以我觉得该让大哥再去一趟，这次能多买就多买。严大河有些犹豫，这次就已经涨了不少的价格了，若是我们囤的多多的，到时候价格便宜了，咱不是亏了？二哥，那也比到时候买不到咱们生意断了强啊，最多就是少赚些。严大山也觉得春晓说的在理。我这次在县城到处都有听到讨论，就算是不战乱，肯定也是有事要发生。总之我觉得春晓是对的，不能冒这个险。最后大家在心里一盘算，还是决定听春晓的，再去一趟县城。这回一人凑了50两银子，再多怕严大山跟舒文弄不回来。严大山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6月14，这回又是2牛车，只是这回的牛车装得满满当当。严大山说运气好，找的还算顺利，每样买到了180斤，加上上次的每样家里有280斤了，这些够用8个月的了。严大山说药材商要走了，要不要再备一些？春晓摇了摇头，已经备了8个月的，若是万一真像二哥说的后头便宜了，那我们可太亏了，就备这些吧。两人连着跑了2趟县城，早就疲惫不堪。春晓便让田氏给他们准备衣服洗澡，让他们洗了澡就赶紧去睡个好觉。大河的地基买了，地方在村中靠尾的后半段，正好在大山他们家跟春晓他们家中间，位置还是他自己选的。舒文他们如今跟着严琦一起学习，已经认识不少的字了，连在家里做活的东升都跟着学了好些字。每回他们在院子外头泥地写字，只要东升得闲，便跟着一起写一起学。舒文跟严琦也很乐意教。7月2日，大哥村中的房子竣工了，整个工期花了35天的时间，算起来已经是做得很快的了。竣工这天，大家又凑到一起开始检查房屋，因为有了第1次的经验，这次自然更是没有差错。严大山爽快地付了工钱。严炳发在钟师傅走前又拉上了他，说家里还有一处要建。钟师傅这回是彻底愣了，这家人到底要建多少房子啊？可愣怔归愣怔，但是生意上门没有不接的道理，何况还是这么爽快的主顾。严炳发说下一处要1个月后建，因为马上就要秋收了，除了他们家，做工的人也要忙活地里了。钟师傅答应了，知道是一处新址，便说到时候会提前过来一趟。严大山的新宅整整花了89两银子，对于村里人来说，这便差不多是花了一辈子要用的钱了。虽然钱花出去了，但是夫妻俩这回一点都不觉得肉疼，毕竟房子建得十分让人满意，舒文、舒凤还有严琦都乐疯了。麦子地已经开始压碎了，光看着产量就比以前高，高多少还得收了才知道。时常有村里人去问他爹这麦子是怎么种的，他爹也不吝啬，直接就告诉他们空地时也要补肥，而且种子在种之前要冷水泡。有的人听了觉得他爹大方，可有的人听了直接说他爹不想说就不想说，何必瞎糊弄。总之什么想法的都有，这种时候就是见仁见智了。棉花地的棉花结果了，看着果实的数量就知道这个产量绝对不会低。严炳发觉得他闺女种棉花是真有2把刷子，过程是稀奇古怪，
结果却是出乎意料。7月12日这天，他们准备下地收麦子了。张氏的孕期反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如今又可以卤肉了。2个小的看着棉花地，早上早早的办完事，家里所有人都下了麦子地。他们人多，一日就割了2亩半。这个时候，院墙跟青石板就凸显了它的作用。等麦子收完了，晒麦子跟打麦子在青石板上方便许多，也不用把东西全弄到村里晒谷场去了。3家的麦子分3堆放，15亩地，全家人整整收了6日。麦子打下来，最后称了重，原来1亩地也就200斤左右，如今1亩地差不多有270-80斤，1亩就多了70-80斤。这把严炳发高兴坏了，真是大丰收啊！就算是交了每亩40斤的税粮，那也余下不少。望祖跟东升得了他们的批准，也回家割麦去了。家里的麦子整整忙活了半个月才脱粒脱壳，除去税粮240斤，最后春晓去壳后的麦子大概有1100斤左右，按1人1天吃半斤算，也够吃5-6年了。严大山问严炳发家里的麦子要不要卖一部分，他们也净收了900多斤。严炳发说不卖，7口人若是日日吃着精面，也就是1年的粮。如今家里有进项，吃得好些也无妨，到时候磨成了粉，可以换一部分精米。他问春晓要不要卖一部分，毕竟春晓就1个人，粮食却是家里最多的，1个人根本就吃不完。春晓也说不卖，他如今不缺这点粮食钱，只让他爹有空帮忙先磨上几百斤放在那里，又说若是换米也给他换几百斤。二何家的房子3日后开建，日子是风水先生选的，房子建的方位也定好了。钟师傅昨日已经来看过，所以今日家里父子几个人又去买材料了。春晓则带着东升还有望祖以及周氏他们开始采第1轮的花。春晓，我看这棉花1亩结花不少，这产量可不少啊。我表姑那边也有人种棉花，收成的时候说是稀稀拉拉的，1亩啊有个几十斤就不错了。你这少说也得有几百斤产量吧？望祖有些不可思议，这地是他看着种出来的，平时也确实照顾得精心，但是别处种棉花也未必不精心。这长得好，肯定是与中间那些奇奇怪怪的手法有关。没想到就种个地还有这样的法门，他不佩服都不行了。东升早就在成果那会儿就觉得奇怪了，若是这棉花这样高产，那为何村里人不种棉花？这棉花可贵了，去年买了2斤棉花给他娘做棉衣，整整花了100文，买的还是陈棉。望祖哥，这产量不好说，要全部摘完晒了之后，到时候才好出数。这地啊，也多亏了你跟东升照顾，不然肯定长不了这么好。你这东家说话就太客气了，我们每个月领工钱，做的都是应当应分的活。我爹还日日问我地里缺不缺人呢。我二哥的房子要开建了，我看了他的图纸，估计也得忙活20多天。木生叔到时候有的忙了。忙他才高兴呢，忙才有钱进项。如今村里人都盯着你们家呢，都说第一批上工的人都是走了大运了。早知道这活能做上2-3个月，当初就算是舔着老脸都要上门说相了。这可是2两银子呢。村里人那么多，总不能人人顾上的，得罪一些人也是没有办法。春晓看向不远处的东升，东升，你娘的病如何了？如今吃的要比之前好，人比之前精神多了。我爹说等我们攒些钱，就带我娘到县城里去找大夫看看，兴许有大夫有根治的法子。你爹说的对，咱镇子毕竟小，大夫水平有限，去县城看看再好不过。不过我大哥说外头有传言有战乱，也不知道如今是个什么情形，咱们日日待在村子里也了解不到。春晓，你这棉花收了是要晒还是要怎么弄啊？周氏在一旁问。娘，放到院子里晒，晒干了之后晒脱了籽，就可以收麻袋装起来了。
你这么多地，我们这么多人摘，实在是摘不过来。实在不行，请几个灵工吧。就你方婶2个媳妇，跟望祖他媳妇，再加你五叔他儿媳妇，如何？这些个都是平时相熟的人。春晓想了想，觉得可行。他娘如今脑子活络了，也知道请人帮忙了。于是第2日，地里便多了4个妇人，工钱是1天20文钱包饭食。反正他如今不缺粮食。几个妇人都是老实人，原本能来做活，他们就已经很高兴了。看到地里这么多的棉花，虽然惊奇，但却没有多问，只是按照要求做着自己的活。望祖跟东升还有舒朵3人负责4亩地，其他人分好了1人1亩。除了收棉花，他们还要剪掉那些摘了花的空枝和老叶。后面几日，春晓又把几个小的摘了出来，让他们帮着张氏在院子里给棉花去籽。摘的棉花晒2日就很干了，脱籽却是个麻烦活，几个小的做的倒也合适。脱籽的人手自然是不够，但是如今也只能这样。晒好了来不及脱籽的，也先用麻袋装着分开放。自从他请了几个媳妇摘棉花，就时不时有村里的妇人过来张望。周氏那边也时常有人上门问用人的情况。春晓虽然可以多请几个人，但他不想开这个口子，就怕口子开了，以后问的人越来越多。8月中旬，一家人在严大山家好吃好喝了一遭。春晓提前买了酒，一家人一起都喝了2杯，连舒文都喝了2杯。大家聊得开怀，严炳发便想着等大河家的房子完工，一起办个暖屋酒，把亲家几个全部接过来，跟村里的一些人一起热闹热闹，也就是所谓的办席。大山跟大河没有意见，毕竟家里做了房子这个事儿，原本就该跟丈人那边说一声的。日子一天天在忙碌中过去。8月底的时候，严大河家的房子竣工了。房子的布局与春晓家大同小异，只是少一个库房。灶房是正常大小，院子也略小一些，花了64两银子。钟师傅疲惫之中却是十分高兴，只希望这样的主顾越多越好。东西搬好之后，做零工的妇人便没有继续请了，全家人上阵开始摘棉花的事情。大山跟大河一人有2亩地，收的花春晓都给他们放好了，让他们搬回了家。这胎若是一指得男多好，他就盼着自己有个儿子。二嫂，生儿子无非就是怕以后没有后人养老，你们如今有了积蓄，又有朵儿他们日后孝顺，生男生女都好的。怕张氏的思想负担太重，春晓还是忍不住开口了。田氏原本是想说点什么的，但是他生过2个儿子，此时开口怕被人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于是在一旁默默地剥棉籽。生个儿子自然是好，但若是还是个闺女也没啥，咱又不是跟你姑姑那样的。你看朵儿他们，我还不是一样的疼，我可没有对舒文跟小琪2个有偏颇。娘，就是因为您对他们好，我才更想生个儿子，不然总觉得对不起咱家跟大河。你呀，就是想得多，这是男是女又不是你能决定的，我们就听天由命。你若是实在是想要儿子，这胎没有，那咱就再生一胎，生到有儿子为止。如今咱家不愁养活。张氏一听扑哧笑了，没好气地捶了大河一下。我又不是猪，一胎接一胎的给你生。几个小的这会儿在鸡圈捡蛋。8月的时候，家里的鸡开始生蛋了，100只鸡里头有86只母鸡，如今一天能捡90多个蛋。几个孩子最喜欢去鸡圈捡蛋，再加上严大山家的跟大河家的，如今一天收100个蛋就足够了。这几日男人都下地整麦地施底肥去了。之前望祖跟东升他们家只泡了种子，没有施底肥。麦子虽收的比别家快，但是增产却不明显。在征求春晓同意之后，他们也开始准备底肥。春晓这棉花弄了，就要开始拔棉花枝，也要开始整地种黄豆。轮种对地也是有好处的。几日时间，
棉花在众人努力下终于全部脱离完成。大山跟大河家各收了纯棉700多斤，平均亩产360-70斤。虽然跟现代亩产700-800斤的高产田没法比，但是春晓觉得他知足了，总比一亩几十斤好多了吧。他自己的9亩收了3300多斤，收的籽就有400多斤。按照棉花1斤50斤的收价，这1亩地的花就能换18两多银子。严家人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春晓算账，这一听觉得棉花种得好，实在是赚钱。咱家如果不是因为这卤肉，日后就是靠着棉花也能起家。咱小妹啊，就是财神爷身边的仙童下凡，什么东西到了她手里都能挣大钱。你看，这棉花又不是没有人种，结果谁能有咱小妹种得好？这个收成说出去，谁都不信的。周氏就喜欢听别人说春晓的好，听田氏这样讲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你这样说倒是越说越像了，不然普通人哪里有这个本事啊？你们再拍我马屁啊，我都要上天了。这几日他们得空就下地，棉花的数还不知道呢，等会儿回来说给爹他们听，保准他们也吃惊。吃惊什么？淑凤带着舒朵盼儿放牛回来了，说你姑姑棉花种得好，能挣大银子。这有啥好吃惊的？村里好多人都知道咱家棉花种得好，我们出去放个牛，问的人不老少。问你姑姑地里棉花收了有多少斤两，又问你姑姑地里棉花怎么种得那么好，问什么的都有。我就说我不知道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哎，奶奶，你这话我可是问了，我也问你们怎么知道的。他们说上山砍柴火，在咱姑姑这边山上就能看到底下白花花一片，若不是种得好，怎么是白花花一片啊？周氏这才松了口气，原来是在山上看到的。这段时间他每日都待在这儿，与村里人搭话的次数并不多。以后别人问你，你就说你不知道。下工后，两人找了春晓，问春晓明年他们家能不能也种棉花。这个种植的具体细节他们不会外传，连家里人也不说，就他们自己抽空伺候，反正家里的地也不多。春晓也不是小气的人，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两人原本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，毕竟这是人家琢磨出来的种植技术，凭什么送给你挣钱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问的，可没想到春晓答应的这么快，这可把两人高兴坏了。若真是1亩有10多两的收成，就算是只有2亩地，也是20-30两了，这日子就不愁了。长工们走后，严炳发又开始讨论摆酒的事情。严炳发跟2个儿子商量了以后，将日子定在了5日后，也就是9月23日。这几日家里湿底肥，男人们都不得空，春晓只好组织周氏跟田氏外带3个小的，开始拔棉花地里的棉花杆子。下午下了工，东升又来找他了，说是想请2-3日的假，他跟他爹想带着他娘去县城看看。春晓自然是同意的，同时也交代了他一个任务，让他在县城多打听打听哪里有收棉花的，问问收的价，最好是多打听几处。东升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再过2日就发工资了，春晓将700文的工钱提前发给了他，又借了他5两银子。这银子是借你的，去趟县城不容易，虽说你们也攒了一些钱，但是钱嘛，若是不够总是麻烦，拿在手上方便，我也不怕你跑了。东升默默地接了钱，说了句多谢便走了。第2日又到了分钱的日子，如今天气不热了，卤肉的时间恢复到了正常的白天。送完货，大家便坐在一起分钱，依旧是大山大河2家50两左右，春晓60多两，接近70两。这每个月进这么多钱，这房子跟白得的一样，早知道我就不该舍不得那点儿，也把前院的石板给铺了。大山有一些后悔，铺石板还不简单呢，东西买回来自己都能铺。如今我们家有200来两银子了，我想着是不是在哪儿买处地，明年开春全种上棉花，这样钱才能生钱呢。严炳发一听，正合了他的意。
二和这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，这银子放到手上也不安全，若是买了地，真是正途啊。咱也不用买那好地，200两都可以买上大几十亩了，一个小庄子也不过是几十亩地。咱这是真真正正要做地主啊。那生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断了，但是这地有地契在，跑不了。春晓一想，也确实，如果真能买庄子，找些人干活儿，确实挺好的。最近多打听这些，附近村子的，远边村子的，大小啊都问问。大和，你日去镇上可以问问牙行，他们手上的地肯定不少。哎，知道了，爹。麦子地的底肥已经交完了，严炳发他们便跟着一起开始拔棉杆子。多了5个男人的加入，这速度就快多了。明日家里摆席，油盐酱醋肉还有菜，今日便要提前采购好。他们还跟村里卖菜的人家提前订了菜，除了买菜，还要买酒水零嘴这些。既然是要办，自然是越体面越好。明日咱要不要每桌上一份卤肉，就5桌左右，5碗用不了几斤肉。前些时就有人说想尝尝咱家肉的味儿，又个个舍不得买，这回让他们尝尝鲜如何？上吧，我没什么意见。咱做了这个，做了这么久，总得让人尝尝，不然啊，人家该说咱小气了。就是你说的这样，就怕他们说嘴。两人又说如何应客的事情。春晓还有周氏跟着大和去了镇上，因为买东西要用车，春晓他们便跟着严大和一起去聚贤酒楼先送货。那个黄掌柜看到他便凑了上来，一来就提让他卖方子的事情，并且直接开价1000两。春晓还是拒绝了。黄老板，每回来您都提方子的事情，我都不敢登门了。您说，您是不是就不想我登门，才想了这么个办法？黄明鹤哭笑不得。严姑娘，你可真会说笑。如今呢，你可是我的财神爷呀，我怎么不想让你登门呢？你多来才好呢。我想在其他地方开分店，这肉运输麻烦，时间长了会坏，这才想着跟你买方子。你这方子卖我才好操作呀。黄掌柜，黄老板，您以前不卖这卤肉，这生意不是还照做？您要开分店就开呀，少个菜能少多少影响啊？那自然是有影响，有个招牌菜我有信心不是？黄明鹤一脸无奈。哎，你这方子怎么才肯卖呀？春晓想了想，您若是真想开分店，靠这个赚钱，这方子也不是不能用，只是得换个方式。他自己跟家里人没有开酒楼的打算，既然如此，何不借外人的手多赚点钱呢？黄明鹤一听，这是有戏呀，磨了多少次了，对方终于松了些口。严姑娘，什么办法咱屋里详谈可好？让严大公子跟周夫人在外头坐着喝2杯茶。他赶紧招呼小厮上茶，自己则带着春晓去了厢房。严大和跟周氏面面相觑，有些傻眼。春晓这就是跟来送个货，怎么又谈上生意了？二人到了厢房，小二很快也送来了茶。严姑娘，你有话直说，凡事好商量。黄明鹤笑得谄媚。方子我可以租给你，另外我要你分店这道菜的30%利，不过分吧？我早就说过了，卖我是肯定不会卖的。这……黄明鹤也没有想到，她一个乡下丫头会开出这样的条件，早就知道这丫头不简单。黄老板，这可是我最大的诚意了，不管你是开2家还是开5家，你随便用，只要按照规定的份额提成给我就行。而且呢，依旧给你独家权，现有的2家保持现状，或者按我提出的分成定，随你选。黄明鹤干笑2声。
现有的交易模式很好，要不就不要变了吧，契书都签了啊。春晓算是猜对了，这酒楼的利润可比他们卖的赚得多得多，分成自然钱也多。这个事情主要还是您自己考虑清楚，要不您多想2日，我的要求也不过分吧。我只是要这道菜的30%利，可不是要酒楼利润的30%利。那我就先回了，今日来呢，主要是来买东西的，就不多待了。黄明鹤见他要走，又怕他过几日改变主意，咬了咬牙。那你怎么个租法？租钱多少？你倒是说说呀。你可以租3年，也可以租5年。3年的租金是500两，5年的租金是800两。租借期间随你开店，租期满不续租，那这方子你就不能用了。另就是每个分店这道菜30%的利。30%也太狠了，我这店铺还有租金人工，那些要分摊呢。您酒楼那么多道菜，一道菜能摊多少？您别欺我见识少。再一个，我这个租金只是象征性的收一下，并不多。黄老板，您是个明白人，自然是清楚的。若是您还觉得多，那就算了，当我没说。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您别生气呀。黄明鹤知道在这丫头面前耍不了奸猾，反正他还能拿70%的利，分店也能开了，怎么说都是好事儿。那如果在这期间有人研究出了你这方子，该怎么算呢？我对我的方子还是很有信心的，若不是泄了密，想做出一模一样的味道，那是绝无可能。您倒是提醒我了，若是方子从您这边泄了密，您得给我1万两赔偿。见对方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这只是为了得个保证，若是您保护得好好的，这条就是个费力了，不是？春晓微笑地看着他。黄明鹤考虑了一盏茶的时间，最终同意了。春晓最后又加了一条，方子不能转租，分成3个月一结。春晓字丑，也不是所有的字都会写，所以他口述让黄明鹤誊抄。首先是方子的配料，其次是卤肉的做法，如熬制时间、火候这些。黄明鹤这才知道，这卤肉方子居然都是药材，还是8味药材，难怪他说别人做不到一模一样。双方签订了契约，春晓按了手印之后，黄明鹤在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大印，并且当场给了他8张100两的银票。黄老板，前些时我家里人去了趟县城，听说如今外头乱，药材都涨价了。您看我们卖您的价格可没涨，您这要自己做的话，怕是要早做些准备了。黄明鹤听到他说这个，叹了口气。听说是北边的藩王与草原部落勾结，想要谋反，这传言呐早就出来了，只是朝廷迟迟没有动作。我们安居一隅，外头的事儿知道的不多，怕是世道真是要乱了。说完，他对着春晓笑了笑。你看这个时候我还跟你做这样的交易，可见我的诚心呐。乱世毁名声，怎知不是机遇？既然交易达成，那我就不耽搁黄老板发财了，我也该去办我的事情了，告辞。哎，慢走啊。周氏跟大河早就等得焦急，见他出来立马迎了上来。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谈了什么？娘，回去再说，咱先去买东西。分成的这个事儿，春晓不想跟家里人讲，不是他小气，钱财多了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好事儿。如今他们每月有50两银子左右的进项，已经能确保他们衣食无忧了，这就够了。租金的话，回去还是要分一分的。今日周氏格外的不同，掏银子掏得十分爽快，大概也是想在亲家面前扬眉吐气。在镇上逛了一上午，东西买了不少，春晓又去锁铺买了2把锁才回去。回到家，春晓便把方子租出去的事情说了。
他怕家里人用不惯银票，没有说银票的事儿，只是将自己之前的银钱都拿了出来，给了严大山100两，给了大河100两，又给了周氏跟严炳发一人50两，说是孝敬他们的，让他们做私房用。两家人自然是没意见，这方子是春晓的，他要怎么用谁也管不着。原本这银子他们也不该得，春晓要给他们，他们便也收着。只是严炳发异常高兴，把钱在周氏跟前晃了晃。闺女说了是私房，那我就自个儿收着呢。周氏瞪他一眼，随即有些无语地笑了。下午，春晓看到张氏坐在灶前，有些心不在焉。怎么了，二嫂？是不舒服吗？要不你去休息吧，我来。你如今大着个肚子，坐久了肯定是难受。张氏摇了摇头。如今家里就我做活最少，若是坐着都难受，那些怀孕下地的如何好？我没有那么金贵。我看你有心事的样子。张氏轻轻地叹了口气。你有什么事情，要不跟我讲讲，我看看我能不能给你拿个主意。张氏看了他半晌。小妹，明日我家里人要来，我有点担心。二嫂，是不是你家里人从前对你不好啊？那正好，让他们看着你每日吃好喝好，气死他们。春晓这话其实有些逗弄的意味，只是张氏一直轻轻皱着眉，没得到放松。也不是不好，他们只是不关注我而已。在他们心里，女儿就是赔钱货，好的都是紧着哥哥的。若说不好，他们倒也没有苛待我。我只怕这回来，他们看到我过得这样好，会起搜刮的心思。我不想大河因为受我的连累难做。二嫂，你这话就说错了。你跟二哥是夫妻，你的事情自然是他的事情，谈不上连累。你要相信二哥，他又不是软柿子，不会轻易被人拿捏的。你看咱姑姑那样的都对付了，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？你如今啊，不能想太多不好的，这样对宝宝不好。张氏终是笑了笑。大概我的运气就是嫁给了大河，嫁到了咱们家，我真的很感谢老天。你看你，一个人坐在这里就胡思乱想，我陪你说说话，是不是好多了？春晓摸了摸他的肚子。这定是个乖巧的好孩子，知道心疼你，一点都不闹腾你。小妹，咱家如今条件好了，你如果愿意找个靠谱的人家，以后也能有自己的孩子。这事情暂时是不要提了，我没有想过。我如今啊，一个人住着大房子，好吃好喝，又没有婆婆立规矩，舒服得不得了。若是以后真想要个孩子，我就去找个孤儿啊，收养一个，何必到别人家里给自己找不自在。我常跟大河说你有本事又活得洒脱，我是既羡慕又佩服。二嫂，有钱了才能洒脱，日后啊，你也可以如我一般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姑嫂两人说了会儿话，春晓便去忙活棉花枝子了。第二日一早，大河早早的就去送货了，严炳发跟大山也早早去拿货，回来的时候都才早上9点左右。今日家里都有客，春晓也得去帮忙，卤肉就只好晚上做。春晓让望族把猪肠子洗出来，然后看着院子就行。今日也不用他干活了，让他休息一天。到了大山家，周氏跟田氏正在灶房忙碌，张氏跟淑凤在边上帮忙。娘，除了2个嫂子的娘家人，还请了哪些人啊？你大嫂、二嫂娘家人各一桌，村里人请了3桌，都是平日打得上交道的。娘，我不用出去应酬吧？春晓最不喜欢的就是应酬。淑凤在边上笑了笑。姑姑，娘说咱就待在灶房里帮忙就行了，嫂子的娘家人让嫂子他们自己去应酬，村里人有她跟爹呢。那就好。怎么，你也有怕的时候？不是怕，就是不想一直僵着脸笑，怪难受的。
你这孩子，去把这生姜啊削出来。几个人在灶房里忙碌的布菜。首先来的是田氏的家里人，大山大河一回来就去村口候着呢，就怕他们到时候看到房子不认识，走错了地。大山啊，这真是你们星座的房子？不怪他们不信，与之前简直是云泥之别。田阿福摸着大山家高高的院墙，娘，咱妹夫家是发了财了呀！大山连忙招呼他们屋里坐。田氏家里人来了，田氏自然就出来了。娘，路上辛苦了，我给你倒杯茶。芳儿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话音里止不住的激动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听闺女们聊，也只是日子好过了些，并没有说要做房子的事情。如今来，居然做了这么大的砖房，这房子怕是没有个大几十两，肯定是建不起来的。严炳发也过来招呼亲家。娘，您先坐，等写好了，我私下给您讲。姐，方圆今年才满15，是孙氏的老来女，如今正到了说亲的年纪，对于田氏的新房羡慕不已。我可以看看你的房子吗？田氏笑了笑，除了我公婆的屋，你随便看。他往灶房叫淑凤，淑凤，带你小姨在家里看看。姑姑，我们也想进去看看。田阿福儿子田春雷今年15岁，田阿平的儿子田文14岁，田发12岁。舒文人呢？田发与舒文同岁，见田园要走，不想跟大人干坐在这里，于是跟了上去。放牛去了，一会儿就回。孙氏看着田氏，牛也治上了哟，这是发了横财。意识到自己这话不对，他忙笑了笑。娘是太意外了。娘，嫂子他们怎么没来？租的牛车坐不下，便让他们呀在家里看家了。芳儿，我们今日来真是吓了一跳，这咋的变化就这么大？你们找到发财的路子了，能不能跟哥说说呀？大哥娘，这发财的路子不是我们的，是大山他小妹的。他是看我们日子过得辛苦，拉拔我们的，咱呀就别在跟前问了，我也不能做那没良心的。你们不是想看我过得好吗？我如今就过得好了。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你在婆家难做的。过年听你说那些，我就知道你小姑子是个能人。你看，我可没有看走眼啊。若是有那些可以说的挣钱法子，你帮我们争取争取。这个自然。很快周氏就过来了，拉着孙氏好一阵亲热。我这闺女是个有福的，嫁到你们家呀，过起好日子了。亲家母这话说的，田芳她懂事勤快，娶她进门也是我们的福气。两边很融洽，气氛很和谐。3个男孩跟田园过来了，见到周氏纷纷叫奶奶。周氏赶紧叫淑凤去房里拿吃的出来。村里人很快也来了，坐在院子外头的桌子上聊天。张氏的家里人是快开席了才来的。严大河在村口等了老久，还以为他们不来了呢。今日张家就来了3个人，张志夫妇没有来。2人进了院子也是吃了一惊。这是你们的住处？张忠池声音有些发抖。严大河笑了笑，不是爹，这是我大哥的住处，我们住到别处去了。院子里如今坐满了人，看到他们纷纷打招呼。大河抽空与村里人打招呼。赵氏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，随后皱了皱眉。你大哥把你们赶到别处去了？娘，我们把这处地卖给我大哥了，我们在另外的地方买了处地，盖了新房子，等会儿吃完了饭带你们跟小弟去看看。姐夫，都是一个爹妈生的，怎么你大哥家这样有钱，你们还过成那样？你这也太不成了。张谦因为是家里最小的男孩，从小就是娇宠着长大，所以说话不带规矩。
你可不能这样贬低你姐夫啊，不然你姐姐该瞧不上我。他说着玩笑话，将人领进屋。周氏他们见到来人，纷纷打招呼，只是赵氏的态度不冷不淡的。很快张氏就来了。你这是又有了？赵氏这才有了些表情变化。娘，快要开席了，我带你们去坐吧。张氏不想与他娘讨论孩子的事情，他娘重男轻女惯了，定是要说许多不中听的话。用不着你带，你也去陪你爹娘坐席。走走走，我带你们去。张氏家里人来了一炷香不到的时间，席面就开了。院子里的3桌是村里人，隔壁2个正厅的是两边的娘家人。娘家人说话春晓听不到，但是院子里的人说话他却听得一清二楚。首先是李正肯定了他家的变化，并表示了恭喜。李正一说，大家也纷纷恭喜。然后就有人问他们家发财的路子。严炳发也不慌，用手指了指拼装的卤肉。这便是我们卖给酒楼的吃食，大家都尝尝。大家早就闻到了香，这会儿听说这就是赚钱的东西，分别动手尝了尝。尝过之后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会发财呢？这肉可太好吃了。哎呀，这可太好吃了吧，这肉不便宜吧？有人问。严炳发笑了笑，确实是不便宜啊，这方子是我闺女创的，如今又做着生意，具体的我就不便多说了，大家见谅啊。今日请来的都是些有交情的，自然没有那胡搅蛮缠的。听到他这样讲，大家也都识趣的没有再问。于是大家又问起了棉花的事情。我听说你们家春晓在村尾棉花种的老好了，收成还高，真的假的呀？他们家麦子收成也高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。严炳发便在桌上将施底肥跟泡种的事情说了，这也是经过春晓同意的。炳发，你能说出来，就说明你这心里还有咱们严家村里的人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李正端起一杯酒就喝了，严炳发只能奉陪。我知道这棉花在外头买老贵了，特别是这新棉，我想跟你讨个便宜。这棉花往年是收到50到60文，能不能卖10斤给我？这到了冬日里快冷的时候，我们也想做成袄子穿穿。李正，您这话真是臊我呀！您帮了我们那么多，送您这10斤棉花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等会儿下午我就让大山给您送过去，就别再提钱的事儿了。李正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那怎么行？我可不白拿啊！就当我托您日后关照的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。大家又纷纷喝起了酒。就在大家都吃饭的时候，朵儿跑进了灶房。你不是陪着你姥姥姥爷吃饭的吗？怎么跑过来了？怎么看姑姑一个人，想陪姑姑？舒朵摇头又皱眉。我爹他们陪着呢，我不爱跟他们一起吃饭。我姥姥这会儿一直在念叨我娘的肚子，听着烦都烦死了。咱奶奶就不这样，我看我娘都不高兴了。那你爹没说话？我爹总是岔开话题，结果我姥姥厉害又给岔回来，就盼儿没心没肺吃得欢。盼儿才多大，他懂个啥呀？吃啊，就是他最大的事儿。你姥姥他们还问了什么没？问咱大伯做什么生意，怎么有钱盖这么大的砖房，还说我爹不机灵，不会跟着学。不爱听啊，就不听好了。是够讨厌的，只会指责，半句关心都没有。正好姑姑要吃饭了，你跟姑姑一起吃，给我作伴。这顿饭足足吃了1个时辰才散，主要是村里人喝酒聊天，越喝越高兴，高兴就越喝。田氏那边吃完后就坐在一起聊天。张氏他们吃完之后跟周氏他们打了招呼，也带人回去了。春晓心里想着，不知道张氏家里看到张氏他们做的房子并不比如今差，
该是什么个模样。虽然好奇，总不好跟着上去看，还是明日问朵儿好了。村里的人走后，他准备留下来收拾碗筷，周氏却催他赶紧回去，说今日的肉还没有开始卤，让他抓紧时间。没办法，他回了村委。第2日，张氏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，严大河已经去送货了，他只能跑去问朵儿：你娘咋了？有大河在，照理说不该被欺负了才对。朵儿也是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啊，我姥姥姥爷后来的态度可好了，也没有再说我娘，还给我娘好生亲热呢。他们走的时候，我娘也没哭啊。结果早上起来，我就看见她眼睛红了。我问我爹，他让我少管大人的事。春晓听他这样一讲，多少蕴出了其中的意味。张氏大概是对他父母前后的态度失望了。今日的活儿便是把棉花地的棉杆全部拔完，接下来后头要抓紧整地种黄豆了。等到黄豆全部种下，他们或许能喘息一段时间。昨日你走后，咱家来了好几拨人，都是来咱家要买棉花的，说给公道价50文1斤，你哥也不知道卖不卖，让我问问你。要我说这事儿也是你爹整出来的，好端端的送李正10斤棉花，送就送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。娘，这个事情还真不能怪咱爹，当时我都听着呢。李正要跟咱买，就10斤棉花，若是真卖给李正，说出去不就成了笑话？爹也没有做错。那村里人要买，咱卖不卖呀？昨日你嫂子给了他娘家人50斤。我也不知道这棉花到时候能卖上个什么价。若是大哥想留，村里人呢又要的不多，那就从我的里面拿吧。咱尽量啊，不要得罪村里人的好。那后头我问问你大哥，若是他不卖，就从你这里拿。二嫂娘家昨日是什么时候走的？说到张氏家里人，周氏冷哼了一声：哼，一群势利眼，刚开始还爱答不理呢，走的时候你是没有看到，那个嘴都离耳朵根了。你嫂子给他们拿走了30斤棉花，你二哥还给了5两银子。要我看给什么银子？来了半日，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。你嫂子这么大个肚子，他们也不问问有没有什么反应，会不会不舒坦。反正摊上这样的父母，我是替他不值。我看二嫂今日眼睛都是红的，昨晚怕是很哭了一场。你看到就别问了，省得他想到了又难受。娘家人不好，这不是还有婆家人吗？没啥好担心的。娘，你可真是个好婆婆，我怎么就没那个命摊上你这样的婆婆啊？少给我贫嘴，今日的活且有的干呢。东升是第3日下午回的，家里人全部聚在外头地里施地肥。盼儿到地里找他，他才知道东升回了。怎么样，找到大夫给你娘看病了吗？找到了，大夫说要扎几日针再吃药。我爹如今还在县城，我先回来了。春晓看他面色带着点急切，知道他有事没讲。可是银钱不够。东升犹豫着开口：春小姐，这回我去县城打听了棉花的价格，县城里如今什么价收的都有，都不低于70文。说是北边的仗已经打了起来，马上又要冷了，这棉花外头价格闹得可厉害了。我想结果想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你想将棉花拉到远边去卖，多挣些钱。东升连连点头，随即又有些忐忑地看着他。春小姐，我知道我付不起棉花钱，你相信我，我定能给你的棉花卖个好价钱，到时候你付点工钱给我就行。春晓想了想，若是能出县去卖，说不定真能卖个好价钱。只是如今棉花的量可不少，若是拉远边去卖，那这运输可得考虑。东升，我也算是半个生意人了，这能赚钱的事情我肯定会考虑。只是你一个人
又少出远门，我这儿东西又多，怕是不好应付。你刚从县城回来，先回去休息，我与家里人商量一下，看这个事情怎么办。明早啊，咱们定这个事儿。见春晓没有拒绝，他高兴地点了点头。哎，我不累，我去地里干活了。说完就跑去了地里。下午申时，春晓将家里的男人聚在一起，包括舒文。东升打听到县城棉花的价格，说是最北边已经开始打仗了，如今天冷，棉花需求量大，县城呢价格乱，外头价格好，他想带着棉花往北卖。这个事情大家什么意见？若单纯把棉花交给他去卖，倒是可以相信他不会贪了咱的银子。只是如今棉花又不是几十斤，是几千斤呢，他一个人如何弄？既要看着，又要找靠谱的买家，一个人行不得。爹说的对，一个人肯定不行。我们之前去县城里买药材，2个人都觉得吃力的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我想从家里人找个人跟着一起去。春晓看了看家里的男人，若是二哥能去是最好的，但是二嫂如今大着肚子不方便。大哥，要不还是你跟舒文一起吧，外头乱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。舒文一听，立马高兴地笑了。行，那我就带着舒文跟一起去。乱不是最北边的事情吗？咱们这边离得还远呢，我们出去也不会去得老远，自己多注意就是了。咱们3个人还都没出过远门呢，一起壮壮胆。我想着这次先带1000多斤棉花吧，就拿我的，若是有什么意外，就当是买教训了。咱还得租一辆牛车，2辆车一起走，多带些银钱，以防万一。严炳发也没有意见。大河在家也好，他还要打听买地的事情。这马上就10月了，这烧炭的事情咱怎么定啊？爹，今年事情太多了，等过2日把黄豆种了再看吧。咱们可以抽空烧些，等天冷的时候再卖。东升第2日一大早就到了，春晓告诉他，严大山跟舒文会跟他同行，并跟他说这次卖棉花的收入除开底价70文，多卖出的部分提2成给他做佣金，并提醒他不能冒进，要懂得见好就收。东升其实对这个2成是多少钱没有多少概念，但是他知道只要他卖得好就肯定有钱赚，所以信誓旦旦地说一定把这个事儿办好。昨日严炳发已经租了1辆牛车，按1日80文算，如今正是用不上牛的时候，1日能进80文，租牛的那户人家高兴得不得了。春晓一家子便将打包好的棉花搬上车，每车14袋，每袋50斤，3人就这样赶着2辆牛车出发了。爹，有空咱再买1头牛吧，反正牛又不贵，平时你们一个送货一个拿货也方便，这钱啊我出。我也正有这个意思，那我这几日跟大河一起去送货，看看牛，再问问地。最好不过了。没过2日，严炳发回来的时候果然带回了1头牛，村里人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毕竟那么大的房子都建了3套，买头牛算什么？田氏跟大山他们都觉得院子里打口井用水太方便了，于是也想请打井师傅打井。严炳发问地之余又去请了打井师傅，2家当机立断交了定金，师傅们便在大山家开工了。严炳发最近问了不少的地方，地倒是有，但都是零零散散的，最多有20亩连在一起。他便与田氏还有大河商量，是不是先他们哪家买上20亩。两边人如今手上都有200多两银子，若是全买地，可以买40-50亩。就在他们动心要买的时候，镇上的牙行差人送来了话，说是周家村那边有个王财主要卖80亩地，
全是上好的良田，让他们如果有想法赶紧去看。家里人一听是周家村，都不由自主地看了看春晓。若是周家村，我就不去看了，你们去吧。他可不想与那家人再有牵扯。严炳发觉得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，便在下午抽了个时间，带着周氏、田氏还有大河一起去了镇上。家里没有牛板车，他们便借了严11的牛板车用一下。严炳发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但还是把今日的情况大致给春晓说了一下。确实是80亩的地，今日他们去的时候正好有别家也在看地，但是1亩5两，人家想要优惠点，王财主不肯，便说要回去考虑一下。地确实是种粮食的好地，只是若说要赶紧决定。这地80亩要400两银子，这隔得远，到时候要在附近请人，还要做套房子，以便需要的时候住。本来80亩你来买最好，但是这周家村不考虑。我们合计了一下，还是决定买，就2家凑齐了买，一个人40亩。大山不在，你嫂子能做主。春晓点点头。既然决定了，那就赶紧买。今日你们看到地契了吗？这地确实是那王财主的吧？看到了，衙人拿给我们看的，归属是那王财主的。只要不是骗子都好说。春晓看着他爹难掩激动。那什么时候去定下来？那么多的地，还要找人整，还有买种子，怕是种豆子该来不及了。就算是种下了明年春的作物，也要推迟。明日一早就去，这种事情若是晚了，怕就易了主。今日我们将银子准备好，明日一早送完货就去。豆子就不种了，就当养养地。过些时候还要考虑人手的事情呢。若真买下来，那事情就多了。今日他们都说这地用来种棉花，到时候这棉花种子也是个问题。买下来再说吧。第2日一早，严炳发就带着严大河还有田氏去了镇上。望祖跟着周氏还有春晓去屠户那边拿货。春晓是第一次去屠户家，望祖问他东升干什么去了，他便说帮忙卖棉花去了。望祖这才磕磕巴巴不好意思地说要跟他买20斤棉花。前几日就有村里人找我娘买棉花，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我娘早几日跟我说了，我觉得不好，我爹也觉得不好。今日我娘又催了。他摸摸头。家里买了布，我娘说要棉花做袄子，镇上60文1斤，都是陈棉，能在你们这处买再好不过了。虽说棉花外头贵，咱村里人能多关照还是要关照的。何况你爹跟我爹那么好的关系，你也是顾虑多了些。望祖是个老实的，老实有老实的好处。对了，望福回来过没有？中秋回来过，拿了6两银子回来。我爹说还不如在家里干呢，待了2天就走了。到了申时初，3人才赶着牛车回来。田氏的脸上溢满了笑容。地买了？买了，跟着衙行还有王财主一起去乡府衙门过户了。办2份地契，过几日就能拿地契了。严炳发看了看院子，今日总算是做了件大事儿。他心里激动，但是面上却难得的镇定。等大山回来，还要再商量看，在哪边哪处建套房子，要住人，还要能放东西。房子肯定不能建得马虎，到时候买地还要找周家村的里正，还要找长工长期做活。我看你之前种棉花，从头到尾要做的事情不少怕是日日有事干。80亩地，怕是要不少的人呐。如今地已经买了，
好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时间倒是充足。爹，您到时候啊，跟哥哥们多想想，想周全。我这边的地啊，也要尽快找来。跟牙行说好了，这次交易他们得了不少佣金，他们会帮忙找的。2个哥哥的地定了，这用人的事情确实是比较不好办的事儿，是不是直接在周家村请人也不好说，这些还得把房子建好才成。他大哥他们已经出去5日了，也不知道在外头情况如何。田氏这头虽然高兴买了地，但是男人跟儿子都出了远门，他还是提着心在，只盼着2人都能早些回来。天气在一天天的变冷，黄豆种下没2日，老天爷就下起了雨。下了雨，天又晴。春晓与家里商量后，还是决定不烧炭了。一是后头院子位置有限，二是家里已经抽不出人去卖了。严大山他们是在出去后的第14天回来的，正好是10月初10。3个人去的时候都是精神抖擞，回来的时候却是眼下乌青，把春晓他们都吓坏了。这是咋了？是造了多大的罪变成这副模样？大媳妇，赶紧去做个汤，让他们喝了暖暖。哥，是路上遇到事儿了。春晓也担心，谁知这话一出，3人都冲着他傻笑。莫非是遇到了不好的事情，脑子受刺激了？春晓忙让他们到堂屋坐下。你们别吓我，东西没了就没了，可别把人熬坏了。叔父，你去院子门口看着，我们有话跟你姑姑说。屋子里就剩下严炳发夫妇、春晓跟他们仨，大家都等着大山开口。舒文跟东升坐在边上不说话。不用担心，这路上虽然辛苦了些，好在棉花卖了好价钱。春晓，咱这会儿棉花价可比在县城划算多了。他神色倦怠，说话却精神十足。他从脚边拎起一个布袋，将布袋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，居然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几个人看着银子都是目瞪口呆。这得有100-200两吧？你们棉花卖了多少啊？严炳发差点都说不出话了。舒文跟东升则坐在一旁笑。我们走了8、9日，到了隔壁的同州，这棉花就卖到了同州，卖的187一文，这里一共是251两2钱，路上用了10两。走这么远，这棉花价差这么大呀？严炳发难以置信。越往北越贵，这北边真打起来了。我们在同州啊，看到了不少的流民。说到这里，严大山露出了悲悯的神色。反正外头比我们想象中的乱，本来还可以再往北一点，我怕不安全就没走了。棉花卖了我们就回来了，回来是没怎么歇，所以人看着狼狈一些。他又笑了起来。大哥，你做的是对的，凡事安全第一。春晓点了点银子，回屋拿了个账本跟用纸包着的炭笔。你们这回是辛苦了，等会儿洗了早点休息去。娘，如今都10月初10了，春晓这边还有1900斤，我跟二弟也要1400斤，若是不趁机再走一趟，等下了雪就没法送了。我们想着歇息2日再走一趟。你们这刚回，人熬成了这样，只休息2日怎么成啊？周氏担心又着急。没事的婶儿，休息2日就缓过来了。东升这回出去也算是长了见识。都先去歇着吧，有事儿啊明日再说。东升刚准备起身走，却被春晓叫住了。